大家好，我是妙蛙种子王小米。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嫉妒使人面目全非这个话题，然后如何在这动不动就人比人、气死人的社会里面，可以尽量不把自己给气死。嫉妒这个千古永恒的话题，是多少狗血剧情必不可少的气氛组。只要某个角色产生了嫉妒心理，就好像是上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 buff， 马上可以干出一系列疯魔的事件，随随便便就可以毁掉一个原本美满的家庭。这么带感的一种情绪体验，其实遍布在我们的生活所有的点点滴滴里面。再是优秀、善良、美好的一个小可爱，可能在这漫长的人生里面，都会在某个时候体验到一丢丢的嫉妒心，或者说是嫉妒的高配版羡慕。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它就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拥有的很多，总会有人比你拥有的更多。你很强，也总会有人比你更强。总是会有那么一个方面，无论是物质、精神还是生活，是你特别渴望的，但恰巧他命运就是要作弄你，让你得不到。某个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然后在这个求而不得的执念和渴望里面，渐渐就幻化成了内心的一根刺。每当你看到周围有人拥有的时候，这根刺它就隐隐的作痛，有时候甚至太痛，你巴不得把这个刺直接拔出来，戳到对方的心窝上面才能够解恨。造成嫉妒心理的底层逻辑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就是低自我价值感。通俗点来说，自卑，还有内心没力量，需要通过去外界获取来证明自己的一个价值。在这个网络发达的社会，嫉妒心理呢会很容易的就被触发，因为我们每天上网看到的都是很多人他精心打造、包装以后展现出来的一面。道理我们虽然都懂，但是就是控制不住那颗骚动的攀比心和嫉妒心。特别是如果这个人离自己很近，或者说是好像很多方面还不如自己，突然逆袭了，那么自己就更气了。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人比人、气死人的大环境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尽量保持内心的平静，不要动不动上个网、出去聚个会、出个门马上就 emo 了。嫉妒这个东西，首先它是无法被避免的，就像我说过的，是一个人就会不自觉地跟我们周围的人作为比较。谁叫我们是群居动物老是需要某种社会的认同感。说实话，连我家的一只猫，它都会嫉妒另外一个更受宠的那只猫，更别说是像我们这样本来心理就很复杂、阴暗又扭曲的人类动物。如果这个情绪无法完全被消除，那还是回到老生常谈，接纳它。你或许不喜欢这个妒火中烧的自己，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情绪真的是 low 爆了，也间接代表了自己确实不如别人。承认嫉妒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行，这个接纳需要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不堪和对自己的完全理解还有包容。如果你还要在嫉妒的基础上去评判嫉妒的那个自己，那么你就等于把你内部的这根刺拔了又扎，扎了又拔。所以我们先停止不必要的自我攻击和批判，就是嫉妒了怎么地，接纳那个小心眼又爱攀比的自己。不要担心，你只是犯了全天下人都会犯的错误。如果你可以顺利的接纳你的嫉妒情绪，那么恭喜你，可以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那就是大多数鸡汤都会跟你说的话：不要老看着人家的好，也要看看自己拥有的。人要学会知足者常乐，要学会感恩生活。我现在也要跟你说一样的话，多看看自己有的，别老盯着没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鲜活又特别的个体，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剧本是和另外一个人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不好好去谱写你自己特有的剧本，而老要去借鉴和模仿人家的剧本？你嫉妒的这个对象虽然拥有你没有的部分，但你绝对也拥有他没有的部分。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时尚博主，我有一个博主朋友，之前我们都是一起起步的，早前的一些公关品牌的关系呢，还是我给他推荐的，之后呢，他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大，而我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属于那种瓶颈期，没有任何突破。那段时间呢，我也默默地嫉妒过他，就像我说的，
我们特别容易嫉妒跟自己某个领域相关，曾经甚至还不如自己的，却变得比自己更好的人。但是，虽然他变成了大 V， 有了更多的品牌合作，我呢却有幸踏上了一条灵性之旅。他在国外秀场大杀四方，我在我的内心世界大杀四方。这也何尝不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宝藏呢？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去俯瞰我们的人生，这几十年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会拥有很多机遇，会失去很多东西，也会和很多东西失之交臂。如果把能量集中在我们已经拥有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不停强化一种自信和内心丰盈的感觉，而不是长期活在求而不得的匮乏自卑当中。那么这种丰盈就会带来更多的丰盈。鸡汤说的虽然很俗套啊，但背后的道理就是这么个意思。盯着你有的，你就会有更多；盯着你没的，你就会越发求而不得。鸡汤喝饱了，如果还是没有用，你说不行，我还是想要，那怎么办？那我只好抬出另外一碗终极鸡汤了，就是那句尽人事听天命。想要那份职位，想要那个人，你就去争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想买那个包，想要去那个地方打卡，你就努力赚钱啊，尽情的让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去执着。有时候可能你那么使尽浑身解数一下，这个事情嘛，它也就成了。那么可能以前嫉妒只是因为你想太多，做太少。那如果你尝试了所有都得不到，那也很好。南墙这种东西嘛，要多撞撞，你的小我就会老实了。总会有那么一个瞬间，抓到抓不动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放下了。这里还给大家一个作弊的小妙招，其实欲望背后呢，只是一种没有被满足的情绪。那么你就去找一些你能做到的，但又可以同样满足这个情绪的代餐，或者说是平替。比如你想要一个上万的一个奢侈品包包，你现在买不起，那你可以去买一个这个品牌里面同系列的，或者说是一个别的什么小的东西，你就天天带着它出去晃荡，生怕别人看不见。总会有一瞬间，你会收获了周围人的赞许，满足了那个小小的虚荣心。可能你对这个包它的这个欲望就会慢慢的也就减少了，会发现得到以后也就不过如此嘛。当然，如果你一定要硬刚那么一个东西一个人，那么你就继续去努力，继续撞南墙，最后你就会开始接纳命运，明白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开始摆烂。摆烂呢是一个化解嫉妒的好东西，我们往往嫉妒的都是多多少少我们可以碰触得到的，但可能就是差那么股劲儿。结果你隔壁的老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你说气不气？就是那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儿，在滋养着嫉妒的小火苗。在我的例子里，我会嫉妒和我一起做起来的一个博主，但我不会去嫉妒一个满身都是代言的明星，因为明星不是我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如果是拿一个明星跟我去比较，我自动就会马上进入这种摆烂的模式。但我们这个情况就需要宇宙的南墙来撞一撞。如果怎么样都得不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命该如此，不需要再在这个欲望上付出过多的情绪还有精力。当你的关注点不再在继续助长这个欲望上，那么投射这个欲望的嫉妒对象也就马上变成一个路人甲了，也激不起太多你的这个情绪上面的波澜。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尽人事之后的小伙伴，在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情况下，反而把这个火力直接集中到了已经拥有的这个对象上面，就更愤怒了。那我们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切入。天命，你既然已经尽人事但得不到，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天命，是你的因缘和合。那这个拥有的对象，他也有他自己的因缘和合，他自己的天命。如果在这个命里面，他就是会有这个东西的，那么别人怎么去破坏都是没有用的。他的这份因缘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再返回来给他。你想去破坏，可能到最后也就是一场徒劳无功，赔了夫人又折兵。天命是每个人写在灵魂里的剧本，他最后都会往该走的方向走下去。在经历了接纳、喝鸡汤、
撞南墙的洗礼之后，我希望这个欲望的小种子可以缩回去一些了，因为只有它下去了，嫉妒的小火苗才没有办法燃烧起来。如果还没下去，那么你就重复之前的这个过程100遍，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你会觉得累了，感觉不会再爱了，那么就差不多了，也就没有什么嫉妒的力气了。人生苦短嘛，希望我们可以多花精力还有时间去谱写我们自己很精彩特别的这个人生剧本里面，做一个自己世界里面内心充盈的国王或者说是王后，而不是一个躲在阴暗的角落觊觎别人剧本的小丑。无论对嫉妒者还是被嫉妒者，都是一句话：我的生活关你屁事，你的生活关我屁事。